如果今天霍肯尼他的生涯表现只卡在陈泰明那张手上的泳池的话，那我们今天在他逝世的时候，绝对不会专门做一期节目为了介绍他的。12, 11, 10, 9, 8, 7, 6. Hey yo, welcome to Pennever 中外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不久之前吧，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霍肯尼在睡梦中安详的离世。这件事情呢，它发生的非常突然。虽然熟悉霍肯尼的年纪的朋友都知道，他近期以来这个活动力显降低，长期在轮椅上这样子，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步入暮年的一个情况。这件事情的到来呢，促使着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把之前积欠已久的细读速写这样的一个单元拿出来跟大家讲，借以纪念这一位当世最伟大的画家大卫霍肯尼。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霍肯尼的离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好像并没有离去，他好像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哪边画画，每天依旧对于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他的这些作品跟他速写的关系，来为大家展示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常说速写是一个画家通向伟大的一个痕迹，也是一个必经过程？到底速写跟一个人的绘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好，那讲到这里呢，我就需要跟各位讲4个时期的不同的画。这4个时期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把它归纳出来的。这本书我手上这一本是因为我买了它那个 The Big Book 那个超大的书送的。现在的诚品书局各大通路它都有在贩售，但是小版本的。小版本的图像没有这本大版本里面的全。它珍贵点在哪？就是说它有把这种霍肯尼是几年的时候画的这些东西，它这边都有把年代写出来。所以对研究霍肯尼来讲，这本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细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们分别用4张不同的画去代表他这不同时期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去讲说他这些画跟他当时的这些所谓的 painting 这种有色彩的、有材料、有涂色法的这种绘画的一种关系。OK， 所以各位记得一个是素描速写，然后一个是他的这种带色彩的绘画。我们会拿这2个东西一直来交互的比较。我们这个时期的划分是这样子第一刀呢，我们会切到1977年。霍肯尼是1937年出生，这一刀就切在1977年。再来的几刀，我们会分别把它切在1993年跟2002年。它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上会有一些非常不同的转变，然后这里面的速写也会让你感受它的差异。那我们先看一下97年的时候，霍肯尼的这个速写是长什么样子。霍肯尼在1997年的时候是40岁。为什么霍肯尼这一刀直接切在他40？因为在这个时期里面，他的速写高度统一。这高度统一就基本上他那个速写非常的精准、精确，而且写实。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张图当中它这里面的每一条线的那个精准度是非常锐利的，甚至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然后这里面的这种衣服的这种转折、质感，还有对于人的这种把握，用一条不带太多粗细的细线条，把它全部这个人给放进去。OK，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能力来讲，或者说这种感受来讲，是霍肯尼在1977年以前大部分的速写表现。那个时期的霍肯尼呢，他的速写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写实，然后甚至恨不得像是照相完之后跟那个照相可以高度吻合的那种速写。讲到这里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提到霍肯尼的成长环境是什么，这也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因为霍肯尼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有一部分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如何自学到他成为大师的。为什么说他是自学？他不是有正式学历吗？皇家艺术学院嘛，这个放在台湾都是什么北艺大、师大的存在嘛。他的这个份自学跟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当时呢，霍肯尼进入黄奕的这个学校里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写实教育基础的。当时进去的所有人基本上都在画抽象表现主义。
就是波洛克那种东西 ，Roscoe 那种东西。那个时候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觉得说，画写实、画具象是一个很 low 的行为。这是个时代强调，你从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超级没有道理，但是在那个时代来讲，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那霍肯尼就在这样子的学生环境中成长。你看到以前我们讲的毕卡索、马蒂斯，在看古早印象派这些人，他们当时都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学院系统，让他们在写实上自己先过关的。可是霍肯尼当然是没有的。霍肯尼他在书中自己说到，他当时想要跟学校申请经费去聘请裸体模特儿，然后去刻画他最喜欢的那种男人体。可是当时学校其实是很吝啬于给这笔经费的，但据说最后还是要到。那当时很多人说你不要这么落后，还是要画点具象的东西。那霍肯尼倒是非常逆时代、逆潮流的说，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进到去接触最鲜活、最自然的一些生命里面去。所以他当时年纪轻就对同学说出来这个宣言。他卖出的第一张画，我不知道嘉欣有看过，是一张骷髅头人体教具，那是他在学生时期的那些作品。霍肯尼的他的这种学习啊，包括他的速写啊，他刚开始啊就特别有一种前几期速写里面讲的一五一十的去拿那一根线条，把对象物当中的衣褶、细纹、毛发、长相全部刻画下来的这种执着。上期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观众在底下留言，他是台湾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 ACG 区文化里面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他有做玩具设计，有画漫画，速写能力非常强。这位仁兄叫哈开旺，这位哈开旺呢，当时说了一个事情，他说他称啊他的那种速写啊叫做跑笔，拿着一根单线，然后去把对象物好好的认识起来。这种跑笔式的速写本身来讲，他做的事情在认识对象物，而霍肯尼早期的速写大部分都是在很扎实的认识对象物。这个扎实的认识对象物，其实也跟当时的风格是有关系的。当时的整个潮流当中，抽象表现主义画已经过时了，其实最火红的是波普艺术。那霍肯尼早期的这种什么阳伞啊、泳池啊、大水花啊，画草皮那个洒水器有没有？其实都是一种波普。那波普的绘画，它有一个特质是说，它会有很多平涂，而且并且非常接近于影像，或它的那种资源背后的灵感来源是很纯粹的来自于影像。所以当时霍肯尼的速写就是这样的一种速写。我刚刚讲了，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讲的不仅仅是他的速写，同时要讲的是跟他涂色法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在台湾最知名的霍肯尼的一个代表作，那个泳池，陈泰明先生买的那一张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面呢，霍肯尼他使用了非常精确的造型，非常冷静的涂色法。那他这一切的涂法都是经过完整规划的，涂得很平很匀。那各位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他画画的时候，正如他的速写那样子，其实这里面是没有太多笔触所带来的这种绘画感，就是它那个涂色法不是一个我们一般学画那种笔刷会遍布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取代是非常平整的那种东西。这个前面讲的跟训练有关，也跟当时候的风潮有关系。但是大师啊，他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啊，虽然他那个时候他这些风格获得很巨大的成功，但他自己本人其实并没有止步于此。那我们就要进到他下一个时期了。他下一个时期啊，我会把它归类在1977年。霍肯尼有很多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非常划时代的这种发展，都是在1977年那时候开始萌芽的。其实最大的转捩点在于他当时候开始做一些舞台布景。舞台布景这种东西，它其实就不会要求你画得很细。这些东西讲难听点，可能这个戏演完就要丢掉。因为舞台布景的关系霍肯尼把他的年轻时候就很喜欢，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真的用画笔去体验过的一位前辈再度拿出来。这位前辈就是毕卡索。而在做舞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霍肯尼开始产生了一些更加综合的发展。他那个时候开始领悟到立体派里面的一些东西，开始建筑于他的画笔还有舞台制作当中。那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精神性的连接啦，就是说其实一直以来立体主义的那个风景画就很像在搭建舞台。我觉得他可能在当中发现这是很好用的。毕卡索对霍肯尼的影响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深。他当时讲过一句话，就是他每次看毕卡索的画都会惊觉他这里面的变形，他这里面的视点转换跟他的想象力。那好玩的事情是，霍肯尼当时是伦敦的名流圈之一，自然跟伦敦画派那些人很熟，比如说培根啊、弗洛伊德。那他就讲过，其实弗洛伊德早先的时候是非常讨厌毕卡索的。那他们几个一起去看展，霍肯尼跟培根花了很久的时间在 Tate 里面看毕卡索，可是据说弗洛伊德是完全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因为这种他对毕卡索的热爱，在这里面他其实在1977年之后，他也绽放出了这个东西来。那与此同时呢，那个时候也是霍肯尼正好开始关注东方绘画的时间点。
在霍肯尼那个更大的讯息里面，其实他就有讲过，就是他在看东方绘画的时候，这些视点的变化等等等，开始让他觉得这个东西仿佛是一个更真实的观看，更令他感觉像他眼睛的那种经验。那于是，在这些际遇当中啊，霍肯尼的风格开始出现了转变，他开始把很多立体派的非单一视角的东西融入进来。我们看一下眼前这张速写哦，这张速写是画他妈妈的，那他这一生画过很多次他妈妈，那这个就是在1977年之后的这个时期当中画的这个作品，基本上你就看到霍肯尼就不再像他此前那样子非常的一五一十且精确的把模特表现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加的愿意捕捉动态，捕捉一些很暧昧的事情，然后把它放到他的速写里面去。那不只有这种带有立体主义式的速写，从其他没有多视角的速写来看，霍肯尼在这个时期他也更加的愿意，比如说用这种带有粗度的、带有软度的笔来直接做速写，然后同时这个时代他当时的这个1米速写也比此前来的更加松，就是他更加关注神韵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他此前所信仰的那一个单一视角，然后科学透视，然后一切精准的这种些松动，因为他可能发现其实真正在写生的过程当中，这个答案呢是在画家跟对象物的一种 interact 一种互动当中才完成，而且并且他觉得那个才是一种更贴近真实的真实。他因为这种原因的关系，所以他当时的速写产生这种变化。但与此同时，就是这个时候的霍肯尼，我们对应到他绘画上的表现呢，他开始会用涂色法这件事情。他在这个时期你就会发现他对于带有毛的这根笔的承认是很强的。他早期我们讲77年以前，基本上像是一种色铅笔思维。那种小小的一点一点，甚至有时候会出现那种线条比较制式的那种点描派，或者是排线。再讲他那时候带彩色、带涂色法的绘画会出现排线哦。那到了这个时期之后，他开始更加愿意承认怎么去用那一根毛笔，就带有毛的那个笔。然后同时，他所有东西看起来会更加解放一点，更加在乎神情。虽然不是说他就一直牺牲了正确度，但是这就是他这个时期的一个标准的特征。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啊，霍肯尼在这个时期啊，是他全能性的开展萌芽的时期。各位，我们之前讲过一件事情，就画家什么时候才可以真的算得上是创作？我们必须要谈到，就是当画家意识到他的风格是需要经过自主的自由的选择，还有这个自由选择的这个过程，他才开始。那自由选择过程，他一定有个前提，就是他知道的要够多，他手上要的东西够多。而这个时候，霍肯尼从他研究中国绘画、研究毕卡索这些绘画的过程当中啊，就获得了他这个自由选择的这个选项。所以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开悟的元年。其实这个事情一直到很晚才发生，一直到他40几岁才发生。同时，我必须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霍肯尼，他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界的宠儿，但是其实他在这个时期是饱受批评跟争议，因为很多的人会更希望看到他此前那种描述同志伴侣啊，有一些性意味的这种坏话的这些作品，而不是后面这些既然所谓开历史倒车，跑回去搞那个已经冷掉僵掉的立体派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很多人对于霍肯尼的未来啊，抱持着非常悲观的态度，甚至很不屑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时期，他的作品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霍肯尼的素描又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93年的素描速写，霍肯尼的差别跟此前在于，霍肯尼此前的养分是要么是精确的，来自影像的，要么是立体派变形的。但到了这个时候呢，霍肯尼开始更加关注这些所谓古典大师。这些古典大师，他主要 focus 在就是赫尔拜因跟安格尔这2位大师身上。我们会看到93年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子的这种单纯的人物速写，而且那种素描速写是非常纯然的，没有什么太多一定要特别风格化的一种冲动，甚至是有一种研究精神的。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的反直觉，就是霍肯尼要仿佛从一个创意十足的画出大水画这样的一个天才，到最后怎么这个人一头钻进古典绘画的研究当中。相信你看他当时的这些速写，其实都是在玩弄一些形状上的这种摆放、造型的趣味，包括你看他那个脸啊，他那个脸的眼睛啊，有一些那种扭曲，但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其实这些元素都是从安格尔跟赫尔拜因来的。那他特别喜欢去玩弄这一块东西，同时在当时他的速写当中也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特点是什么？材料上开始用回了铅笔，这个画家们的老朋友。从整个历史的角度上来讲，一直以来画家的一个最好的素描速写的工具就是铅笔。
但只是我们看霍肯尼此前的大部分作品，全部都是这个签字笔造成的。那我们再看到霍肯尼他93年后面这篇素描速写，他开始使用铅笔，铅笔里面是他会涂一些调子，脸上这些调子恰巧可以应和当时霍肯尼在研究的那些肖像画。就当时霍肯尼自己手上那些肖像画，第二开始出现涂色法笔触，然后开始特别关注于肤色当中这些丰富的这些颜色，这是霍肯尼当时的一个关注点。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肖像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而我们可以把它跟77年以前画社会名流的肖像画去做对比，这样你会发现那个绘画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造型上还保持着一种精确以外，它这边的造型更懂得如何去玩弄变形，并且同时还让你感觉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但连上色的方式现在都活络的非常多。这是霍肯尼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可以说很巨大的改变啊。那讲完这个时期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霍肯尼在这个时候会跑回去研究古典画？其实就像毕卡索当时画完立体派之后的第一个风格是什么？粉红色，跟粉红色有关，但其实它是一个新古典时期。就是毕卡索画完立体派的第一个瞬间，他反而回过头来研究安格尔那个时期的作品。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也是在说明古典画当中的这种涵养。当你今天你的创作被耗尽，或者是说该玩都被玩过的时候，你需要新出现一些新的视觉资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隔代的往自己前面的这些伟大画家们去看的时候，你会获得的养分反而是更多的。霍肯尼存在时期就这么短嘛？但人类绘画存在时期是这么高吗？所以这里面有太多人可以学了。这个时期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霍肯尼开始研究什么透镜啊，研究肖像画的那个时期。他2000年有一张照片是他摆了一整面从古至今所有肖像画的墙。其实你就发现霍肯尼在这个时期有没有？他开始研究大量的绘画历史，他开始从中去获得更多的养分。所以这样讲，霍肯尼在第一个阶段，所谓77年前的阶段，他当时大部分的绘画目标是摆在认识对象物这件事情上面。到了1977年，他开始做舞台了。然后他发现表现的重要，他发现绘画的自由跟宽广之后，那个时候他认识的是绘画这件事情。而到了93年的时候，前面某些可能性已经被穷尽的时候，他开始研究绘画史里面的这些东西。那个时期他 focus 在于认识绘画史当中的画家。所以你看，认识对象，认识绘画，跟认识其他一样伟大的画家，这其他人生前面这个3部曲，这件事情到了2002年之后，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个伟大的系列大风景、大峡谷、约克郡、诺曼底。那些风景是在那些时期之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状况。在大峡谷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霍肯尼把他之前所研究的多视点、舞台、不同的这种绘画语言、涂色法的质感，都非常好的运用上去。我们看一下霍肯尼那个时代的素描速写，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张速写，这张速写是霍肯尼后面大风景系列的这些素描速写。在这些用炭笔画的速写里面，草地上的勾线点来自于早期对点描派的研究跟对梵谷的研究，然后后面添上这些树的这些点呢，笔触上的用法，一部分当然来自于他喜欢的这种中国绘画，然后一部分呢当然是来自于他对于那种树叶写生当中的这种感知，然后包括他这里面的用色跟他的那个直线条。其实你看在这张这个风景画当中，那个树的直线条，它的粗犷程度是此前霍肯尼完全不具备的。可是你发现他现在他开始敢把画得很糙嘛？他以前那种70年前那种绝对精准制作，到了这个时期他是完全被解放出来。而这个时候他的画的细致是来自于他思考上的细致，来自于他认知上的丰富。他知道梵谷，他知道赫尔拜因，他知道历史当中很多东西是怎么被画出来的，伟大画家都关注什么，而不是来自于他绘制上的小心翼翼。这是霍肯尼这个时期一个最大的重点。所以可以说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状态。讲到这里，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了，就是说霍肯尼他一路以来他之前的成功都是来自于他第一系列里面那些同志恋人的绘画，还有带有情色的这种坏画。但是后面的这些风景，他完全的是不在乎外面的眼光。所以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纯粹叫做霍肯尼，他并不用像一般画家经过挣扎、经过矛盾，因为他一直以来是更加纯粹的关注他自己真正好奇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本质，从如何画好一张脸，如何画好一只手，到这些手还有什么画法，然后到这些手在历史上有什么画法，最后问到他自己还能怎么画。所以可以说，这一个大风景系列，2002年之后的霍肯尼，他已经成长到一个只要你是以
个有能力的画家都会非常喜爱的一个程度，它已经成为了画家当中的经典。那讲完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到这2002年大风景系列，我们与此同时还要讲到一个非常好玩的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作品它定位呢很有趣、很当代、很前卫，也很模糊，就是它的 iPad 绘画。相信我们讲到速写，脑袋想到的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去过这个妹啊，就是说这个跟有没有颜色其实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素描并不代表就是黑白的，但是这里面呢 ，iPad 在画的时候呢，它又可以去模拟现实当中的笔触、油画、亚克力、水彩，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模拟出来。而好玩的事情是什么？你有发现吗？在这么多涂色法工具当中，或可能这个电绘系列当中最常出现的视觉资源，竟然是线条。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让它做的很柔软过渡的，可以让它做的非常真。可是霍肯在这里面并没有放弃使用线条，而且它这种线条因为是电子数位的关系，所以看起来特别锐利。而这个锐利呢，我觉得它反倒成就了霍肯尼对速写当中一种非常感官性的极致追求。霍肯尼当时讲嘛，把梵谷关在全美国最无聊汽车旅馆里面，然后1个礼拜门打开之后，梵谷一定会带着很多精彩的画走出来。而霍肯到这个时期，他就到了梵谷的这个水准，就是你看到这个时期的时候，霍肯就画一般的烟灰缸，画蜡烛，画窗外的风景，雨滴在窗上，画花，这些稀松平常的事物。可是你有发现吗？在这里面，他的每一种描绘对象，它既是这个对象物，但同时也是霍肯尼的。这是一个画家，自然主义画家哦，这一生可以拥有的一种最高成就。你画出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既是自然，但同时也是你。相信你可以理解这个境界有多么难得，多么伟大吗？而霍肯尼在这个时候，他达成这个东西，你会看到在这里面，霍肯尼的线条更加不羁，更加老辣，更加敢用。你看他那个画那个蜡烛，它外面那个圈那个线代表光源，有没有？还有他最有名的在纽约时代广场那个日出，那个太阳光，它就是真的是拉线，然后越长越大这样子。你会发现 iPad 在他手上，他并没有把它画成一个最庸俗的样子，并没有把它画成一个最柔美的样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画出了认知，他的认知，一种很霍氏的认知。与此同时，又画出了自然的那个美好。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非常集大成到可怕的东西。那各位看，我们把这几个时期拿出来看，77年以前的，77年到93年中间的，93年到2002年中间的，2002之后大风景，跟这个大风景之后的这个 iPad 的绘画，我们只是单把速写放上去哦，你可以看到霍肯尼他一路以来的那种越画越开，越画越松，越画越具有想象力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你只要讲到这里啊，我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对霍肯尼的认识都在于那样泳池，在于那样水花，但我今天必须要在这里很老实的说一件事情。如果今天霍肯尼他的生涯表现只卡在陈泰明那张手上的泳池的话，那我们今天在他逝世的时候，绝对不会专门做一期节目为了介绍他的。不是说他那个时期画不好，只是如果要谈到达到一个伟大这个地步，那些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或许够经典，他们就像一些歌手容易红1、2首歌，可是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流传后世并且当作楷模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而霍肯尼在后面的这种自我革命当中，他做到了这件事情。而我今天拿速写给大家看，告诉大家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会发现，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在研发的过程的时候，必然会伴随非常丰富的速写资料。那不管是他还是马蒂斯、毕卡索，当然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就讲到，你要进步，通常从速写上就会看得出来材质上的变化。只要霍肯尼这边很纯粹，没有人跟他比速写，他要只是单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研究工具。而我们看到这个用尽一生所蜕变完的样子，今天作为一个句号放在我们眼前，你从这个角度跟距离看，它是何其的伟大。OK， 好，那相信看到这边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我们的朋友。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分享，按下小铃铛。OK， 然后超级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点超级感谢，然后热推，请帮我们按下去，因为那个键是不用钱的，对你来讲轻轻的一点，但对我们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各位讲到速写，不要忘了我们的铅笔盒工作室还在进行当中，每个周末都有。OK， 想要参加的，看完这期的，如果你对于霍肯尼的东西是真的感动到你，你发现速写真的很重要，那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相信会为你带来很多不同的看待绘画跟绘画研发的方式。这是 Penverse 有关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那我们下次见喽。